刘秀平定了中原之后，还剩下陇右和巴蜀被韦骁和公孙述割据占领着。那么韦骁是如何被平定的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刘秀平定陇右之来袭表哥。韦骁是天水城纪人，即今天甘肃省齐安县人。他出身于陇右的大族，年轻时就以知书通经而闻名于陇上。公元23年，韦骁的叔父韦崔等人在上邽起兵，上邽即今天的天水市。之后，众人推举韦骁为上将军，至此，他便成为了割据陇右的一股势力。公元26年，赤眉军前往陇右补充粮草，被韦骁打败，刘秀便派遣使者，封他为西州大将军。之后，公孙述也派人拉拢韦骁，封他为大司空和福安王。但韦骁认为公孙述与他地位相当，所以耻于向他称臣。刘秀平定中原后，便想联合韦骁共同出击公孙述，然而他却回复说，一方面他兵力单薄，另外北方的卢方倚仗着匈奴，一直对他虎视眈眈，所以他无法出兵伐蜀。韦骁之前与来西和马援的关系要好，于是刘秀就陆续地派他俩前去说服韦骁，让他入朝为官。但韦骁坚持地回复，他自己无功无德，不敢为官。等到四方平定之后，他便打算告老还乡。公元29年，在来西的劝说下，韦骁派他的长子韦寻来到了洛阳，刘秀将他封为胡骑校尉、捐羌侯。公元30年，公孙述派兵攻打南郡，刘秀命令韦骁从天水郡南下，去攻打公孙述的背部，但被他再次拒绝。刘秀明白韦骁终归不肯为自己所用，便决定出兵讨伐。同年4月，刘秀命令耿弇等7位将领从长安出发，穿过陇山去攻打公孙述，并让盖延为先锋，先行出发。韦骁当然明白刘秀此次出兵的真实目的并不是公孙述，而是他自己，于是他派王元出兵阻击。当盖延的大军进入陇山后，王元就派人在后面砍伐树木，阻挡住盖延的退路，然后从正面突然发起攻击。盖延的大军拼死抵抗，最终才突出重围。至此，韦骁和刘秀彻底翻脸，陇右之战正式爆发。刘秀料到韦骁打了胜仗之后，必然会越过陇山向东进军，于是他命令耿弇率军进驻期县，即今天的滨州市；让冯异进驻旬邑，即今天的旬邑县；让季尊进驻迁县，即今天的陇县。果然，韦骁的大军越过陇山，兵分两路向东而来，一路去攻打迁县，一路则绕过期县，直接来攻打旬邑。冯异得知韦骁准备攻打旬邑后，命令大军急速行军，赶在他们之前进入了旬邑城，并躲藏起来。韦骁的大军以为旬邑城没有设防，便率军入城，冯异立即率军出击，韦骁军大败。同时，进攻迁县的大军也被季尊打败。这时，韦骁连忙派人给刘秀上书谢罪，说他属下的部将听闻汉朝大军逼近陇山，都惊恐自救，是自发行为，他没来得及管束。为了表达歉意，他愿意将缴获的所有战利品全部如数奉还。然而刘秀却回复他，我已年近40，非常讨厌这些浮语虚词，如果你诚心归附，我会赏赐你高官厚禄，如果你不愿意，就不必再回信了。韦骁知道刘秀已经看出了他的诡计，再无法拖延了，于是连忙派遣使者向公孙述称臣。公孙述非常高兴，封他为朔宁王，并派军前来支援。公元31年，有了公孙述的撑腰，韦骁再次率领3万大军穿过陇山，来到了阴盘，即今天长武县的西北。他的大军刚到，就听说冯异率领大军正向这边赶来，他不想和冯异正面激战，决定调转方向去攻打迁县，然而却被季尊打败，只好再次撤回陇右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就在他东进的时候，来西已经率军偷偷地进入了陇山。来西是刘秀的表哥，他的母亲是刘秀的姑妈，他多次出使陇右，说服韦骁，所以对陇山的地形非常了解。他发现在陇山之中有一条路可以直通韦骁的战略要地略阳，即今天甘肃齐安县的陇城镇。韦骁被公孙述封王之后，就将都城迁到了平乡，即今天甘肃省的通渭县。这里距离略阳仅有100多里，只要拿下了略阳，则平乡就无险可守了。于是莱西只带了2000人，
翻山越岭的来到了略阳。略阳的守军根本想不到这里会突然出现汉军，于是在毫无防备之下就丢掉了略阳城。当韦骁得知略阳失守后，顿感不妙，他立即派出4路大军守住陇山的所有进出口。其中，王元驻守龙底，邢询驻守潘须口，王孟驻守鸡头道，牛韩驻守瓦亭。然后他亲率数万大军前来围攻略阳，同时公孙述也派遣李煜和田衍率军赶来支援。就这样，来西率领的2000人彻底成为了一支孤军，被困在了略阳城。然而韦骁并没有强攻，他派出士兵上山去挖石筑坝，准备决水灌城。来西则命令将士们加高城墙，固守不弃。随后，韦骁命令大军开始攻城，来西的将士们据城而守，用弓箭射杀攻城的敌军，顶住了一轮又一轮的强攻。最后，箭矢射完了，来西就命令士兵们去拆房屋，用木头和石块当武器，继续守城。就这样，来西的2000人竟然坚守了略阳城1个多月。吴汉收到战报后，命令大军立即出击，去配合来西。然而刘秀却让吴汉把大军都撤回来。吴汉甚是不解，刘秀解释说，略阳城是韦骁的战略要地，他必定会倾尽所有精锐去攻城。来西拖得越久，韦骁的兵力就会越疲惫，等他们精疲力尽的时候，我们再突然出兵，便可一举拿下。随后刘秀决定御驾亲征，他率领大军抵达了高平县，即今天的宁夏固原县。到达这里后，他召见了投降过来的王遵，让他去策反牛韩。牛韩驻守的是瓦亭，在今天固原市泾原县大湾乡境内。王遵之前也是韦骁的部将，是被来西给策反过来的，而且他与牛韩曾经是好友。牛韩思考了几天后，决定投降刘秀。接着，刘秀又陆续地策反了韦骁的13员大将以及10余万大军。韦骁得知众多将领都投降了刘秀后，决定放弃略阳城，率军撤往西县，即今天甘肃省礼县东北。刘秀再次派人给韦骁送信劝降，告诉他，如果现在投降，还能见到自己的儿子；如果非要学习英布，那我便成全了你。等了几天，韦骁还是不肯来降，刘秀便斩杀了他的长子韦寻。正在这时，洛阳传来消息，颍川郡有乱民起兵，刘秀需要返回洛阳。于是他命令吴汉和岑彭去围攻西县，让耿弇和盖延去围攻上邽。离行前，他再三叮嘱吴汉，陇山崎岖难走，军粮不好运送，所以人多反而是累赘，而且粮草消耗巨大，你不如只率领精锐前往，其余的士兵就让撤回吧。然而吴汉并没有听从，他认为一鼓作气便可拿下韦骁，不存在缺粮的问题。于是吴汉和岑彭便率军前来攻打西县。驻守西县的将领是韦骁属下的老将杨广，非常的勇猛，所以吴汉并没有贸然进攻，而是让岑彭率军去阻断谷水，也准备引水灌城。可没多久，老将杨广竟然病逝了。吴汉趁机发起猛攻，然而却久攻不下。时间长了之后，吴汉大军的粮草就告急了，士兵们吃不饱，就陆续有人逃跑，军心也开始动摇。正在这时，王元等韦骁的将领率领着5000人赶来救援。他们到达山上后，王元见汉军人数众多，就让士兵们大喊：“韦骁的100万大军已到！韦骁的100万大军已到！”本就军心不稳的吴汉大军听闻后，更加的惶恐不安。随后，王元便率军从山上冲杀下来，汉军阵脚大乱。王元趁机冲进西县，保护着韦骁逃出了城池。此时，汉朝大军粮草已耗尽，无法继续追击，于是吴汉和岑彭、耿弇和盖延都只能率领着大军东撤，回到了长安。公元33年春，韦骁逃到了蓟县的洛门，即今天甘肃武山县东北的洛门乡。他又病又饿，只能以大豆和米饭为食，最终愤恨而死。王元等人又拥立了韦骁的幼子韦纯继承了王位。8月，刘秀任命来西为主将，率领着冯异等5位将领再次征伐陇右。在此期间，冯异病死于军中。冯异是云台28将之一，屡立战功，为人谦逊。每当众将领们争功的时候，他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坐在大树下，
因此将士们称他为大蜀将军。2个月之后，来西攻下了洛门，周宗和邢询等人带着韦纯投降了来西，王元逃走。至此，陇右势力被彻底平定，只剩下了巴蜀之地的公孙述。那么，公孙述是如何被平定的呢？我们下期再讲。公孙述凭借着蜀道的艰险，便准备割据巴蜀，自立为帝。刘秀数次派人去劝降，都被他拒绝了。于是剿灭了韦骁之后，刘秀便把目标放在了巴蜀。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刘秀平定巴蜀之公孙述的刺客。公孙述是扶风茂陵人，即今天陕西兴平人。公元14年，他被任命为蜀郡太守。公元24年，也就是刘玄称帝的第2年，他自立为蜀王。公元25年，也就是刘秀称帝的同一年，他在今天重庆市的奉节县筑城称帝。因为城中的井里经常会冒出白气，宛如白龙，因此便将此城命名为白帝城。公元35年3月，平定了陇右之后，刘秀便兵分2路向公孙述发起总攻，一路由来西率领。他在洛门打败了韦纯后，韦纯率领众将投降，只有王元率众逃走，投奔了公孙述。公孙述封他为大将，让他和桓安一起驻守河池，即今天的甘肃省徽县。1年后，来西率军赶到河池，大败了蜀军。王元和桓安率众逃往阳乡，即今天四川省三台县。来西率军继续追击，桓安非常的害怕，连忙建议公孙述派刺客刺杀来西。公元35年6月，来西被刺客刺伤，他紧急派人叫来葛延。葛延看了来西的伤势后，伏地哀嚎。来西斥责道：“我要把军中的大事托付于你，你怎么哭得跟个小女孩一样？”接着，他强撑着伤势，给刘秀写了一封简短的奏章后，拔出被刺杀的刺刀，断气而亡。当刘秀收到来西的奏章后，不禁泪如雨下。不久后，来西的棺柩运回洛阳，刘秀身穿校服，亲自为他送葬。再来看另一路，由岑彭率领的水军。公元33年，也就是刘秀出兵的前2年，公孙述就派田荣等人占据了荆门和虎牙。荆门山位于今天湖北宜都市西北的长江南岸，虎牙山则位于长江北岸的虎牙滩。他们在江边搭起陡楼，江面上架起浮桥，水下立起船柱，以断绝水道，阻挡汉军。公元35年，岑彭和吴汉调集了6万士卒和水手，从金乡出发。金乡即今天湖北荆州市江陵县东。他们率军沿着长江逆流而上，来到了荆门。岑彭挑选了一批勇士，许以重赏，由偏将军鲁齐率领，负责去斩断浮桥。勇士们驾船直冲浮桥，然而战船却被江中的船柱给挡住了。情急之下，鲁齐一面率领勇士们死战，一面用火把焚烧船柱，最终浮桥被烧毁。岑彭见状，立即命令大军发起总攻，满江的战船压向荆门，蜀军顿时大乱，溺死者就达数千人。田荣战败后，带领着残兵一直逃到了江州，即今天的重庆市。岑彭紧追不放，也一路追到了江州渡口。江州城是一座山城，山高水低，不利于养攻，而且城中的粮草充足，短期内难以攻克。于是岑彭让冯俊在这里驻防，他自己则率领大军从嘉陵江北上，前去攻打垫江，即今天重庆市的合川区。很快，他们就攻陷了垫江城，并且还抢到了10万担的粮草。面对汉军的猛烈攻击，7月，公孙述派了3路大军进行防守。第1路由严岑等人率领，驻守广汉，即今天射洪市东南的柳树镇。第2路驻守资中，即今天的资阳市。第3路则由侯丹率领，绕过岑彭的江州守军，去驻守黄石，即今天重庆市涪陵区的珍稀镇，目的是阻止吴汉前来支援。岑彭得知后，让臧公率领5万主力继续驻守垫江，牵制敌军，他自己则率军返回了江州。然而他却既不攻打江州，也不前往成都，而是顺江直下，去攻打驻守在黄石的侯丹，以扫清长江的障碍。到达黄石后，他就向侯丹发起攻击，侯丹战败而逃，长江的封锁便得以解除。随后他扬帆而上，仍然不打江州，
而是日夜兼程，急行了2000余里去攻打舞阳及今天彭山区的舞阳乡。攻下了舞阳后，他将大军驻扎在彭王及今天彭山区的江口镇，然后派遣精锐骑兵去攻打广都及今天成都市的双流区，这里距离成都只有数十里之地。其实岑彭到达彭王后，就感觉这个地名不太吉利，想换个地方驻扎，但因为天色已晚，就没有更换。此时的公孙述也非常紧张，在无法应对的情况下，他又想起了之前刺杀来西的效果，于是他再次派出刺客，假扮成公孙述逃亡的奴才，去投奔岑彭。夜晚，刺客摸进了岑彭的军帐，刺杀了岑彭。大军失去主将后，只能退回江州。当刘秀得知又一员大将被公孙述刺杀后，异常的震怒，他命令吴汉立即率领大军从夷陵出发，去接管岑彭的大军。此时在垫江的臧公5万大军以粮草告急，他在犹豫要不要也将大军撤回江州。可他担心的是，一旦撤军，军心会不稳，也许还会造成大量的士兵逃跑。最后他下定决心不撤军，而是要前往广汉城去攻城抢粮。他将大军分为3路，让步兵走东岸，骑兵走西岸，水军走涪江。为了壮大声势，他让大军沿着涪江两岸插满旗帜，所过之处战旗翻滚。之后大军便来到了广汉城下。驻守广汉城的将领是严岑，他登高远望，见到处都是汉军的旗帜，不由得惶恐不安。此时臧公已开始下令攻城，严岑的守军不知道汉军到底有多少人马，顿时就士气全无，伤亡了万余人之后，便开城投降了。结果投降的大军竟然有10万之众，而严岑本人则逃回了成都。拿下广汉城之后，臧公并没有去追击严岑，而是前往阳乡去攻打王元。然而当汉军抵达阳乡后，还没开始攻城，王元就举城投降了。这时刘秀再次派人来劝降公孙述。公孙述的很多将领也建议公孙述投降，可公孙述却坚定地说，哪里有投降的皇帝，坚决不降。再来看吴汉大军，他们从夷陵出发，不到1个月就抵达了于福津，即今天四川省乐山市北。在这里，他率部与魏克和公孙勇展开激战，大破蜀军。然后他一路北上，攻下了舞阳。随后他继续北上，在广都城大败了蜀将史兴，顺利地拿下了广都，兵锋直逼成都。这时蜀军见大势已去，纷纷地开始逃亡。公孙述连忙派人去截杀逃跑的士兵，并且将他们的家眷也悉数处死，可还是阻挡不了大量的士兵逃跑。不久，江州城也被冯俊攻破，田荣被活捉，成都则彻底沦为了一座孤城。这时刘秀派人给吴汉送来书信，告诫他，成都城还有公孙述的10万精兵，切不可轻视，你只管坚守广都，等待着公孙述派兵来攻，你千万别跟他决战。如果他们不敢来，你就步步为营地向前推进，逼迫他出兵，必须要等到他们精疲力尽之时，方可发起总攻。然而吴汉就跟上次攻打西县一样，再次不听刘秀的建议。他认为只要他兵临城下，公孙述就必然会出战，到时候便可将其一举歼灭。于是他让刘尚率领1万人在南岸待命，他自己则率领2万大军渡过锦江，在北岸安营扎寨，大修浮桥。当刘秀得知他的部署后，气得暴跳如雷，立即写信大骂吴汉。他告诉吴汉，你率军深入敌境就算了，还和刘尚相距20余里，这样的距离，只要公孙述派兵牵制你，然后去攻打刘尚，你们俩根本就无法互相驰援。趁现在公孙述还没看出破绽，你赶紧撤退。然而不幸的是，公孙述已经看出了他的破绽，但他不是去攻打刘尚，而是派兵牵制住刘尚，命令谢峰和袁吉率领10万大军前来攻打吴汉。吴汉大军整整拼杀了1天后才退回营地，谢峰则顺势包围了吴汉的大营。此时吴汉后悔已经是来不及了，只能想办法突围，与刘尚会师。为了迷惑谢峰，他派人到处点火烧水，军营里炊烟袅袅。第3天夜里，吴汉命人悄悄地打开营门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撤退到了锦江南岸，顺利地与刘尚会师了。谢峰这才发现大意了，立即率军追击。
两军再次展开激战，双方从清晨一直打到天黑，结果在战斗中，谢峰和袁吉双双被斩杀，蜀军战败。吴汉没有乘胜追击，而是听从了刘秀的建议，让刘尚驻守在锦江南岸，他自己则撤回广都，等待着公孙述来战。随后，他给刘秀上书谢罪，刘秀则夸赞他撤得及时，并且告诉他，公孙述绝不敢绕过刘尚，直接来攻击你。这次你和刘尚的距离并不远，只要公孙述来攻打刘尚，你就赶过去支援，你以急兵之势破他疲兵之战，是绝对可以取胜的。果然，公孙述屡屡派兵来攻打刘尚，吴汉则及时地赶去支援，8战8胜，公孙述再也不敢出战了。随后，吴汉步步为营，来到了成都城外。这时，臧公搞定了王元后，也率军来到了成都。公孙述见汉军越打越多，甚是焦虑。严岑便给他献计，建议他散尽金钱，招募一批死士，与汉军来一次决战。公孙述听从了他的建议，招募了5000名死士，交给了严岑。严岑用臧公打败他的战术，派人在成都城插满战旗，然后派出大军去攻击吴汉。他自己则率领着5000死士，偷偷地来到了吴汉军营的背面，突然发起攻击。吴汉军没想到会被偷袭，营中立即大乱，吴汉本人也摔下马背，幸亏他牢牢地抓住了马尾，被马拖着才跑出了险境。重整兵马后，吴汉发现大军只剩下了7天的军粮，无法继续坚守，只能暂时撤军了。就在这时，张堪的到来改变了吴汉的计划。刘秀让张堪率领着7000名骑兵赶来支援吴汉，然而走到半路又追认他为蜀郡太守。可此时蜀郡还在公孙述的手里，吴汉要是撤走了，那他这个蜀郡太守不就成为一纸空文了吗？于是他极力地劝阻吴汉不要撤军，并且告诉他，你只要故意示弱，公孙述就必然会出城追击，只要他走出成都城，则必败无疑。最后吴汉听取了他的建议，率军来到了成都城北面的咸阳门。公孙述见汉军再次兵临城下，他先是找人算了一卦，卜卦的内容是如死城下，是个吉卦。于是他派严岑率领一支人马去攻打臧公，战况非常的顺利，臧公3战3败。随后公孙述亲率主力出城来攻击吴汉，吴汉命令高武等人率领数万精锐前去迎战。战斗中，高武发现了公孙述，便策马狂奔向他跑去，然后迅速地用长矛刺向了公孙述的胸膛，公孙述即刻滚下了马背。幸亏他手下的将士们拼死相救，才被带回了成都城。到了半夜，公孙述因为伤势过重，一命呜呼了。临死前，他将兵权交给了严岑，严岑见大势已去，思考再三后，决定开城投降。公元36年11月18，吴汉率军进入了成都城。然而3天后，他却发出了一道令人匪夷所思的命令：屠城。随即公孙述的家人及其族人通通被杀，举城投降的严岑也被斩杀，公孙述的宫殿也在一片火海中化为了废墟。消息传回洛阳，刘秀暴跳如雷，痛骂吴汉和刘尚。至此，巴蜀之地被彻底平定，刘秀除了西域和卢方之外，基本恢复到了西汉末年的疆域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